最近福原爱的外遇事件在台湾跟日本媒体吵得沸沸扬扬，连带因为真人秀还带出了大家批评侯佩岑的妈妈林月云多年前的小三事件。奇怪，我就纳闷人家外遇的又不是你那么热心干嘛？选里长也没见你这么热心对不对？别人的感情不管好或是不好，外遇或是劈腿当小三，不是当事人的你会这么关注的原因除了是鸡婆之外，还有3个心理原因。关键是干你什么事啊？嗨，我是 Dawson， 一个善于从生活中发现人生道理的创意人。最近福原爱的这个外遇事件侯佩岑妈妈的那个林月云多年前的小三事件被媒体一直不断的报道。其实我在网上我也看到很多人对这2件事情批评声浪不断。今天那我就要带大家用电影《一个巨星的诞生》去探索批评这件事情的网民们，你们身为这个事件的旁观者，背后这么激动的心理原因到底是什么？以后如果你身边的朋友遇到这种感情类似的问题，听完我这一集节目，你就会学到看就好，不要批评。我们先来讲一讲一个巨星的诞生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其实是女神卡卡主演的一部电影。这电影在讲述什么呢？在讲述一个素人在一次机缘巧合认识的男主角也是一位歌手，2个人产生的爱情故事。然后呢，也是因为这样，卡卡就是圆了歌手的梦想，甚至最后都比男主角还要红。但是男主角因为酗酒吸毒演艺事业一落千丈，甚至还在卡卡的格莱美颁奖典礼上尿裤子出尽了洋相。结果在乐界之后准备出来要振作的人，因为卡卡的经纪人一番话，最终他选择自杀。整部电影最后以悲剧收场。在聊刚刚我们说的福原爱或是侯佩岑这种劈腿外遇事件大家一定会很好奇，为什么要聊到这部电影这部电影跟这件事情到底扯上什么关系？原因就是因为我在看到很多报道下面的评论，意外的就发现这些事情可以分为3大类。这3大类呢，多多少少都跟评论者自己的心理状态是有关的。那其中一种呢，就是一个巨星的诞生这部电影当中，经纪人找男主角谈话时的心理状态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现在就来细数看看这3种心理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因为害怕失去了不安全感产生的自私的干预行为，就像电影里面的那个经纪人一样害怕男主角的所作所为影响了卡卡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跟男主角说哎呀，你应该要为了他好应该远离女主角这样。经纪人因为他在这里面，他感受到了他的摇钱树可能会因为男主角而受到了损害，所以呢，经纪人就去做了保护自己的动作。结果男主角就因为这样，所以自杀了。这种状况在现实当中会不会发生？会。那这种状况是什么？就像有一些父母担心孩子谈恋爱，谈完恋爱以后最终就离开了自己，然后也因为这种不安全感百般的阻挠2个人的恋爱说这个男的不好说这个女的不好，最终就导致要么2个人因为家庭原因分手，要么呢这2个人就很勇敢的私奔。更超过的做法就是这2个人共赴黄泉。如果大家在面对这种感情问题的时候，你如果开始要去评论去干涉别人，其实你先问问看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请问一下该怎么样去处理呢？其实这个处理的方法就是改变你的观念，从正念开始。如果我们把失去变成获得，其实这个正念的开始就会改变很多事情的状况。你看，如果电影里面的经纪人害怕失去卡卡这个摇钱树，那他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帮男主角也去经济他的演艺事业对不对？去帮这个男主角，2个人都往更好的方向去做，是不是这个问题就会从失去变成获得呢？如果父母担心自己的孩子因为谈恋爱就会离开自己，那就把孩子谈恋爱的这个对象当成自己的孩子才对对不对？这样就多了一个孩子，是不是就会变得更好？所以当我们在评论别人的感情事件的时候，先去思考一下你评论动机是什么。这个就是我在很多评论当中看到了第一个状况。第2种心理状况是什么呢？第2种心理状况就是因为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创伤，所以假借同情受害者遭遇之名，来行自以为正义的惩罚与报复行为之时有些人在过去曾经被劈腿过，在心里造成了一定的创伤，一旦遇到身边的朋友有这样遭遇感情事件的问题的时候
就想要站出来为对方打抱不平、讨公道。但我们试想一下，也许人家还有机会复合，你这样一搅和，别人本来有机会的，被你搞到就变仇人了。所以你如果看到别人发生感情的这种外遇啊、劈腿事件，你心中如果出现是愤怒的情绪的时候，你可以问看看自己，是不是过去曾经被背叛过？是不是自己还活在过去被背叛的创伤里面，还没走出来？如果真的是这样啊，请你先疗愈自己，不要去管别人吧。这种感觉就像什么呢？这种感觉就很像，哎呀，我们的父母以前都吃过苦头，然后孩子长大的时候就会跟孩子说，哎呀，妈妈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这种假借正义之名啊，假借道德之名的绑架啊，会让人家觉得很，你懂的啊。第三种状况是什么呢？第三种状况就是因为缺乏存在感，需要靠批评别人感情事件来证明自己感情价值与认同感。其实啊，在网络世界里，大家都有一种说话觉得可以不负责的假象，其实真的是错的。尤其是评论这种热点事件之后啊，底下有人回复你的评论，你心中可能会得到一种，哎呀，有人认同我的观点啊，这种认同感产生，你就会得到一点点满足。如果你的感情价值观被大部分的人在网络上认同，哇，这种优越感就越来越强了。殊不知啊，所有的评论啊，对于当事者不但没有帮助，甚至都有可能把事情导到更坏的面向里面去。有人说啊，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被媒体、被网友审判，就是这种感觉。自己的存在感与价值感啊，应该是来自于自己对自己的行为与经营的人生总结出来的心得为最重要的。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但是这个东西自己知道就好啊，你又何必在别人的事情上七嘴八舌呢？对不对？所以啊，今天来细数一下这三种心理状态啊，你们就可以开始回想这件事情。当你在评论的时候，你到底是因为想要认同、想要存在感，还是你曾经有过类似的创伤，想要把这种愤怒投射在这件事情上？又或者啊，是你想要在这里面获得某一些安全感？最后，我们来做一个不负责任的调查。当你在评论福原爱或者是侯佩岑的妈妈林月云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心里的状态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因为你的不安全感需要被满足，还是你曾经过去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你把这样子的愤怒投射在这件事情上，还是你很需要别人的认同感？麻烦在下面的留言告诉我。最后，我们一定要对这件事情来一个总结一下。当下次身边的朋友发生感情上的问题，身为好朋友你该如何面对呢？就是不干涉，闭上嘴，不批评，少废话。原因啊，就是因为两个人的感情在甜蜜的时候，你又没有参与，对不对？人家在接吻的时候啊，你又不在场，那人家闹别扭的时候啊，也不干你的事。所以你凭什么在别人的事情里面啊指指点点，表达你的观点，甚至插手干预？留给他们自己去处理吧。你的朋友找你啊，只是寻求安慰，带他去吃吃喝喝，发泄散散心就好，尽量不要去表达自己的看法，省得啊人家最后和好，你就变成罪人了。你说对不对？更多人生的问题啊，我都用创意的观点带大家去发现。如果你喜欢我啊，把这个频道订阅下去，让我带着你在这个人生的游乐园里面玩开来，嗨起来。我们下次见，拜拜。